精彩的企业排球联赛在这个星期来到了热情的南台湾凤山体育馆。在今天11月19号星期天，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这场女子组的赛事，将是由目前在女子组排名第1的高雄台电，要来对上目前排在第2名的极速超跑1、2名之间的天王山对决。大家好，我是陈亚里，在今天这场比赛负责转播的工作，接下来将由我还有身旁的一个球评，也是目前高雄市排球委员会的一个总干事黄宏清来负责今天转播工作。宏清你好，亚里哥好，大家好。当然这2支球队在今年赛季是第1次的交手是。那去年2队5次的交手台电取得了4胜。那不过极速超跑也曾经有一场比赛在屏东，也就是对方的一个场地直落3击败台电断电成功过。你怎么看今天2队的对决？今天是第1场这个双方在这个赛季的第1次对决。那其实赛前都有询问过2队的教练，其实他们对今天这场比赛都非常的重视，特别是台电真的不会演，他们也觉得说今天这场是他们有一点点害怕的比赛。什么害怕呢？因为今年的超跑我们一直在谈到补强的问题，今年的超跑我们全新进化，特别是他们选了更有经验的杨怡珍来进行举球之后，他们整个的一个战术运用还有攻击火力都整个的一个提升。那面对到去年在积极换血的台电，那当然今年的我们看到台电目前的表现基本上是磨合的越来越好了，所以2强相争，我觉得这场比赛一定是非常精彩。对，那当然台电队这2年就像刚才宏清讲的，经历过换血之后，那他们的这个虽然今年伤了李玉，那少了李玉的这一个攻击点不过这几场比赛黄欣瑜、高高这几场比赛他的表现身为快攻手那今年在昨天赛后访问也有问到高高其实他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当然在刚才有讲到了，在去年赛季的5场交手那台电取得了4胜1败对战的一个优势不过在去年上个赛季的最后一次交手，也就是在今年2月份的那场在成功大学体育馆的比赛哇，台电跟极速超跑是打好打满打了5局大战，最后台电才惊险胜出。我们知道台电队在企业排球联赛17年结束女排的部分是取得了这个空前的破纪录的8连霸，不过他们上赛季的8连霸，结果在上个赛季弃排18年，遭到了台北精华的一个终止。今年的台电队当然是寻求重返荣耀，而这个星期刚好在南台湾的高雄台电是他们的一个主场周的一个赛事，他们特别在凤山体育馆是推出了所谓雅典娜女神的主场日这样的一个赛事。那昨天对新北中心的比赛高雄台电打得非常轻松，直落3拿下了胜利，也是这个赛季的第5胜。那目前在整个新赛季开打1个多月以来打了6场比赛，高雄台电5胜1败，15分的积分，在女子组的5队当中排名第1。而讲到极速超跑呢，今年在新任的塞尔维亚的这位洋教头 Ralic 带领之下，哇，开季是拉出了一波4胜0败4连胜的一个战绩，而且在这4胜当中除了有打败新北中心，还有昨天击败了凯撒饭店连锁之外，也曾经是打败了卫冕军台北精华终止了他们在过去几个赛季例行赛对台北精华的一个跨季6连败不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年整个极速超跑就像刚才球评黄宏清讲的，是整个完全的一个新气象那上个赛季的2名洋将快攻手 Blanco 阿雷，还有上个赛季的得分后来自于巴西的 Santos Carla， 那在这个赛季都获得了留用，而且今年在攻击手方面也加入了刘双林在攻击点方面真的今年的极速超跑感觉上是有机会跟台北精华、高雄台电来形成3强鼎立这样的一个局面。好，这个星期在凤山体育馆，刚才特别提到了，这是高雄台电雅典娜女神主场日的一个主场周，所以待会儿会有一些特别来介绍主场球队出场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在高雄市这边，今天运动发展局的局长也特别是来到了现场，待会儿也会来亲临致辞。当然，这几年企业排球联赛，我们看到蛮多球队都得到了地方县市的这样的一个冠名赞助在男排的康体今年是获得了台北市的这样的一个冠名赞助，女子组的部分中国人先是获得了新北市的冠名赞助当然台电深耕南台湾高雄台电今天要来面对目前排名第2名的极速超跑，这场比赛是绝对有看头。首先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
第一裁判国际裁判杨景华先生，来自高雄市。第二裁判国家 A 级裁判陆俊豪先生，来自台中市。第4线员国家 A 级裁判赵宪宇小姐，来自高雄市。第4线员国家 A 级裁判郭家华先生，来自高雄市。为您介绍本场比赛控制委员，审判委员陈喜燕先生，来自嘉义市。裁判技术委员甘光熙先生，来自新北市。现在我要讲话，可以了吗？好，欢迎各位长官、贵宾以及到场声援各比赛球队的球迷朋友。今天是高雄台电女排的主场日，蓄势待发，曙光乍现。相信各位球迷朋友入场前都有拿到高雄台电女排为大家准备的拍拍扇，还有排球小吊饰。那我们在球赛之后呢，也会安排了全体球员的签名会。欢迎现场的粉丝朋友们一起共襄盛举。好，那今天呢是高雄台电气排19年在凤山体育馆出赛的主场周第1周，现场也莅临了许多的长官贵宾，都特地到场来支持，为高雄在地的球队加油打气。所以接下来先为各位来介绍今天莅临现场的贵宾。首先第一位我们要来介绍的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6星级的局长侯尊尧局长。第2位要来介绍的是中华民国排球协会龚建荣理事长。中华民国排球协会黄国光副理事长。紧接着为您介绍高雄市体育总会排球委员会李佩桦副主任委员。为您介绍台湾电力公司凤山营业区处，同时也是高雄台电女排的领队洪通泽处长。好，紧接着就要来为大家介绍本场赛事的2队的队员。现场的球迷朋友，准备好用力挥舞你们手上的拍拍扇以及尖叫声了吗？首先，先来介绍客队极速超跑的球员阵容：2号阮瑜文。5号陈怡如，6号高欣媛，7号杨怡珍，9号蔡佑群，10号吴永涵，11号陈婉婷 ，Number 13 Carla Santos，14号叶亮妍，15号张颖和，17号刘双林，18号 Blanco，20号詹佳音，22号李怡轩。为您介绍极速超跑执行教练 Mr. Sinisa， 教练郑明峰先生，教练 Mr. Milos， 教练刘鼎崇先生，以及管理徐雅竹小姐。介绍完极速超跑的球员后，马上要来介绍的是我们地主球队高雄台电女子排球队。率先出场的是高雄台电女排管理黄秀珠小姐。
紧接着要来介绍的是高雄台电队的教练团，一起来欢迎执行教练王前斌先生。紧接着为您介绍教练张丽云小姐。下面一位教练姚承山先生。体能教练江哲贤先生。防护员许淑婷小姐。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球员阵容，率先出场背号3号中间手曾婉玲。紧接着为您介绍背号8号主攻手李之怡。背号10号自由球员徐婉云。背号11号举球员洪佳瑶，背号14号主攻手许慧莹，背号16号中间手廖家荣。紧接着是我们的先发球员阵容。领军率先出场，背号1号甜心杀手中间手胡小佩，背号2号雷电指挥举球员刘玉纯，背号5号永不放弃自由球员郭静怡，背号6号台湾队长主攻手陈之雅。背号7号铜墙铁壁中间手黄新宇，压轴登场背号12号强力出击主攻手彭雨柔，最后一位登场的是背号20号制高打点副攻手黄敬轩。好的，在精彩的比赛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要恭请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为我们致辞勉励，欢迎侯局长。好，我们中华民国排球协会理事长龚建荣龚理事长，还有黄国光副理事长，还有我们高雄市体育总会排球委员会李佩桦副主委，还有我们台电的领队洪通哲领队，以及我们2队的教练、选手，还有在场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局长好。首先，代表市长陈其迈来为我们台电的女排加油，下达军令状，今天必胜的军令状，要捍卫主场，有没有信心？今天凤山是我们雅典娜的主场哈，在场有这么多的观众，要当我们雅典娜的后盾，所有我们的观众一起为雅典娜加油一次，好不好？虽然我们的超跑、极速超跑是客人，但是捍卫主场绝不手软 ，OK。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极速超跑在高雄也能够有难忘的回忆。但是，我们也希望2队都能够打出好的成绩，让我们观众大家有一个好的球赛可以欣赏。那么最后，我们再一次希望捍卫主场，然后今天大家都有一个精彩的比赛，祝福大家，谢谢。非常感谢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的勉励。
也邀请现场的所有球迷朋友，再给我们电力十足的地主球队台电女排一次热情的尖叫声。好，我们精彩的比赛马上开始。 好，我们刚才听到了在高雄市运发局长的一个赛前致辞啊，特别强调是要捍卫他们的一个高雄主场，所以我们来看到画面上台电今天排出来的先发名单，当然刚才有介绍了彭宇柔、胡小佩、黄敬轩、陈思雅、黄欣瑜，还有举球员刘义纯、自由球员队长郭静怡以及徐婉云。而在开季到目前为止4连胜保持不败的极速超跑，今天的先发名单看到昨天因为感冒缺席的阿雷。 快攻手 Blanco 今天回归到先发阵容当中，举球员杨一真，另外这个得分后卡拉搭配快攻手陈依如、队长阿飞，新的这个攻击手刘双林，另外2名自由球员看到了李怡轩还有詹嘉英。好，这场比赛真的一如我们赛前预期啊，应该会是一场非常好看而且刺激的比赛。是。 其实我自己本身哦，在高雄很多朋友都是冲着这场比赛来的哦，因为大家都很期待他们2队在赛季的第1次交手。在网络的这个聊天室啊，或网络直播聊天当中，已经有很多的球迷啊锁定这场比赛，而且说今天希望看到一场5局大战、啊，是血流成河啊。在高雄台电女排主场周啊，他们也是动员了蛮多的这个人来进场啊，对，加油啊！所以今天真的高雄台电女排有所谓的主场优势、哦，是。那当然，主场优势是外在因素啊，外在的优势。那我们主要还是要靠球员自己本身，看他们今天能够打出怎么样的一个攻势的串联哦，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一开始台电的彭玉柔先来发球，超跑卡拉接发。 修正之后，卡拉的这个攻击被手起。子雅，哇，果然就是赛前主持人介绍的台湾队长啊。面对2名拦网者在他正前面，子雅还是更大胆的来杀这样的一个直线。是，其实子雅在4号位的攻击路线非常的广泛哦。那他们针对这种斜线转直线的这个，也是子雅的一个攻击武器之一啊。刘双林接发。 这球卡拉的一个斜线攻击，再被台电给收起来。我觉得台电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们的一个防守。对。后排攻击，阿飞这球触网进。李轩这球手起，卡拉再来这球，哇！怡如这球守得漂亮啊，陈怡如。台电组织另外一波的进攻，陈怡如在网上又把这球给压下来。超跑的机会哦。 卡拉再来，这球又被封到。今天，哦，陈怡如替超跑拿下了今天这场比赛的第1分。对，这个战术来得非常的及时哦，因为台电队的球员基本上都一直在跟着卡拉这边，对，然后这个时候冷不防做一个单脚背飞，然后配给怡如，而且做一个中间地带的吊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第1局一开始可以看得出来，台电对卡拉今天的防守完全是有做足了功课啊。对，那这个时候你其他的球员就更应该要跳出来哦。 在这边，阿飞勉强把球拨过来，好球！哇，又是陈思雅。对，面对到2人的拦网哦，没有直接做硬打的这个强攻哦，反而是把球打到一个比较深的位置。思雅在第1局拿下了这2分之后啊，目前在今年企业排球联赛新赛季的女子组得分榜上面，她现在已经超越了台北精华的林书豪了。是，现在第1名换成了姿雅。 在这边，这个左手的攻击，阿飞，这个球其实举得有点太靠网了哈，完全被这个黄敬轩锁定阿飞可以攻击的路线。3比1，胡小佩在昨天直落3击败中线的比赛啊，小佩的快攻也发挥得不错。阿飞这个球把球拨过去啊，第一时间在网上把这球。 趁没有拦网球员的时候给拨过去，这个也是经验的展现哈。那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台电队刚刚亚里哥所提到的防守，他们面对今天超跑的目前为止所有的强攻球都有成功守起来，反而是前排的一些吊球哦，他们可能还要再做一些改进。
卡拉的发球，台电接起之后，黄敬轩的攻击，超跑手起，杨一真做一个快攻球给陈怡如，台电再手起，这个球攻击是出界吗？攻击出界，没有 touch。这个球有一点点哦，是芝雅自己在退位助跑的时候的过程当中哦，并没有提早做助跑，所以有点来不及的感觉。卡拉在上星期是因为私人因素啊，跟球队请假2周回去巴西。不过现在这个礼拜，南台湾今年的首战赛事及时的归队，超跑的机会。阿飞来了，哇！陈婉婷今年真的是满血回归啊！是阿飞在今天这场比赛之前的前面4连胜当中，4场比赛阿飞拿下了快要60分，是等于平均每一场比赛可以稳定的输出大概有14分到15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贡献。对。那其实，在上个赛季比较可惜，因为受到伤势的影响哦，所以其实有时候阿飞只是换上去发球跟做一些防守而已。哎，这一个球结果拨出了界外。确实哈，在卡拉这边发球的时候，因为他的强劲的跳发会破坏到台电队这边的一个接发球，所以导致说举球员在跟攻击手搭配上面呢，会出现一些默契的问题。原本1比3落后的极速超跑啊，这个时候拉出了一波4比0的小高潮，也逼了台电队王前斌教练这个时候喊出暂停。可以再杀多一点，你不要先跑，而且那个两边的防守先顾快攻再退，好，他们快攻出手很快 ，OK。哦，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没问题的，没问题的，继续。加油 ！OK， 来。暂停结束。今年极速超跑在整个开季啊拉出4连胜，保持不败的一个战绩。当然，今年他们这位来自于塞尔维亚的新任的总教练啊 ，Sinisa Ralic 先生，他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只要接球到位的情况下，他还蛮爱用快攻这样的一个战术。是，对。那其实超跑这边他们的优势也是可以发挥出更多的快攻啦，因为毕竟正中的阿累，然后怡儒都是非常有经验而且身材高大的球员。暂停过后回来，台电这边的一个逼式快攻给高高被拦回，黄敬轩的攻击也被超跑手起，阿飞来了，做一个吊球，结果被点下来。台电这边的拦网还是。时间点的一个起跳选择还是蛮到位的。黄继勋的发球，这边做给阿飞做一个长攻，子雅，哇，这个球打在网带上是一个浓印。哇，这段时间哦，看到玉纯搭配给几个台电队的攻击手的球哦，其实并没有到位哦，所以也让包含说黄千瑜、陈志雅没有一个很好的出手的时机点。6比4，极速超跑暂时2分领先高雄台电，陈怡如的发球，子雅的这一波进攻，哇，前面有人触网了吗？好像吹的是阿雷这边触网，对，是不是要挑战？哇！教练这边马上比出了框框啊！极速超跑队是有挑战，挑战项目是触网。当然在这个新赛季的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啊，在之前的转播，洪金有提到，今年是多了一个触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的项目。是。因为在排球比赛当中啊，常常可以看到有这种逾越，然后整个单手在球落地之前把球救起来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极速超跑的挑战，阿雷到底有没有碰到网子呢？是有碰到的，是有碰到的，阿雷是有碰到的，代表阿雷说谎。所以现在比分来到6比5。高雄台电现在追到了1分差，姿雅的发球，卡拉接发，在这边
交给刘双林。哦，今年有刘双林的加入啊，极速超跑的一个火力值又多了一个炮管啊。对，而且这个球哦，战术运用的非常的好。你看阿累已经完全先把黄星宇的拦网给吊起来了哦，让刘双林有很好的一个攻击空间。7比5，阿飞的发球。哇，这球接发有被破坏哦，只能够修正过来，超跑的机会。阿雷的快攻打得非常快，感觉好像完全看不出来他昨天还是这种全身酸痛、感冒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想他自己本人应该也蛮期待可以对决到这个高雄台电的，所以今天打得特别积极。因为在昨天的一个赛后访问啊，极速超跑的这个杨教头 Relish 先生就有讲到。今天面对有主场优势的台电啊，他们真的也是要做好十足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因为毕竟他们现在是连胜中的球队哦，气势是正好的时候。其实昨天他们在打败这个凯撒饭店的那场比赛啊，其实说实在，昨天极速超跑的表现并不算顶尖，是对，有蛮多的失误的。对，但是我觉得每一场比赛啊，我觉得像是这种职业运动就是这样，就是看你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个调整。对，刘双林又来了。这个球结果弹出了界外，是打在网袋，这是no in的。而且哦，这个在只有一个晚上的时候，其实球员必须要做很多的事情，包含说让自己的身体的状态能够赶快的恢复之外，你要想着今天的表现，如果哪里有不好的地方，你要透过一个晚上的反思来改变哦，然后在今天的比赛看能不能做出一些调整。今天卡拉完全成为台电发球锁定的对象。子雅的对不起，彭宇柔的斜线攻击被守住，阿飞来了，阿飞这个球可惜稍微低了一点。对。昨天在赛后访问，阿飞也有讲到啊，今年就是目标当然就是健康的一个出赛，然后他对于每一场比赛的其实准备工作，他也都非常的专心跟专注。台电的机会，在这边彭宇柔的进攻手起哦，哎呀，最后一刻刘双林没有能够把球再送过去。台电队现在的攻击战术哦，还是锁定在杨怡珍的那个拦网，所以很多球接起来之后，透过战术的掩护，都是直接交给4号位的主攻手来做进攻。所以现在台电队后来居上啊，9比8取得1分领先，也让极速超跑这边喊出暂停。虽然是这个赛季才来到台湾啊，不过看起来教练跟球员的沟通好像语言并不成为问题啊。对，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 body language 啊，有时候你一点点的动作，因为其实球员也到一个职业的一个水准了哈，所以其实教练大概跟他讲一点，提点一下，他就知道教练要表达什么意思了。暂停过后回到场上啊。高高黄星瑜继续来发球，今年高高在得分榜上面也可以排在前5节，以快攻手来说，真的不容易，不容易。不过讲到快攻，马上 Blanco 阿雷就来一个快攻得分。这个昨天不知道是不是技术性的感冒，其实根本没事。刘双林的发球。刘双林目前在高师大是研究所的学生，在这边这个球手起，修正球的一个攻击，阿雷，对不起，卡拉的一个攻击球，对方拦网出界。刚才我没有看错的话，是3个人来拦的。对。上个赛季企业排球联赛的得分后，卡拉 Santos， 刘双林的发球这时候出现了失误。其实有时候看到卡拉在场上哦，这个攻击的那个球的球速哦，你会感觉到底现在是看男排还是看女排？是，对他那个球速，搞不好有一些男排的球员哦，还可以跟一些男排的球员来互相做这个较劲。昨天在对凯撒饭店的比赛，卡拉那4局的里面都有发 S 球。对。
卡拉的这个攻击，好球，好球哦，高打点哦，然后选择一个直线的进攻。虽然缺席了在新庄体育馆的2场比赛啊，不过卡拉在昨天的比赛也是单场拿下了22分。开幕战在成大体育馆他也是拿下了20分。是。哇，双方在第一局就打得很有张力哦，互换领先，然后现在是11比11平手。彭宇柔的发球，还是发给卡拉啊。阿飞做个吊球，这球被救起来。修正球攻击卡拉，子雅只能够把球送高。1-5的一个快攻，台电队这边再把球给送过来。好球！哇，漂亮的鱼跃。卡拉来了，这个球被拦到。哇，对卡拉在4号位的一个进攻，台电真的是有备而来哦。对，赛前有跟他们的教练团聊到哦，其实台电队在去年的赛季呢，在拦网上面唯一比较诟病的就是他们在外侧手的这个部分被很多的球队打了太多的 touch out， 所以其实回去的时候他们有针对拦网外侧手的这个部分手型的部分有在做进一步的这个加强。刚才刘玉纯的那个鱼跃救球啊，也是那一分的，刚才那一分蛮关键的一个地方。12比11，双领接发，这球修正，再给卡拉，角度打得更斜一点。哇，1-5的这个贝 C 也被拦回来。在超跑这边必须要寻找得分的一个进攻上的突破点。阿飞来了，后排攻击。台电这边这一波组织给敬轩，还有。台电开始每个球员都跑起来了，好球！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球送过去呛子球的时候，姿雅就缓缓的先往球场的中间移动，然后之后再从中间再位移出去做一个攻击。场上当6个人都跑起来的时候，对超跑来说就很难去抓防守。对，拦网的会非常有压力啊。13比11，小杨再做给后排，这个球被拦回。卡拉这个吊球，陈志雅守得不错啊，但是球垫出了界外。这个应该接触到手的时候，这个手腕的部分要再做一个往回勾的动作，他是直接往前接，比较可惜一点。这第一局这个内容看起来真的是高水准对决哦。对，两边的失误其实都很少。这个快攻。李一轩球垫高，修正球给卡拉 ，touch out。卡拉的这个修正攻击还是非常有破坏力。13比13，两队在第一局难分难解，再度平手。黄继轩来了，这个球被拦到。姿雅的这个快抹也被拦回来，再给姿雅，换给季轩这一边。今天两边的防守都很棒哎！哇，可惜。阿飞整个人扑倒在地啊，差一点点就能够把这个球给救起来。其实卡拉他的攻击能力我个人认为他的攻击能力当然是不在话下，但是如果说他能够运用他的攻击火力做一些切动跟跑位的话，应该会更有破坏力。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不管是呛子球或者是第一波的接发球起来，其实卡拉的球路比较单纯，都是一直打4号位的长球，他就球来就打呀，对，就这样子。是。那如果说今天
对方的拦网做得很扎实，或者他今天状况不好的时候，其实他这个点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发挥出来。像昨天他们对到凯撒饭店就是这样的情形。场上的比分现在是14比14。哇，这个球有点勉强，高高。 这个球原本是想要来一个快攻啊，对，反而是一如在积极拦网的情况之下，不小心触网。对，急速超跑前排球员触网。现在比分是15比14，台电领先超跑1分。阿飞的这一个吊球，哇！ 可以讲陈婉婷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真的是我觉得是她生涯当中非常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啊。有时候看阿飞打球，我就觉得自己很惭愧，因为他是我同学，他现在还可以保持这样子的一个高水准的表现哦。这自我要求哦，自我要求，自我要求。哇，这个修正球的攻击打得也不差，阿飞再来。 这个球制造了 touch out。超跑在今天面对到地主这个台电队完全打得一点都不逊色，而且很强势。这个比赛第一局的内容到目前看起来，两队都打得很棒。是。陈怡如的发球，子雅的斜线攻击手起，卡拉。 开网球给刘双林，这个球双林没有能够压下来。对，这个球哦，有点被从这个右后方来的这个修正球压到了哦，所以整个限制住他攻击的这个手势。有球迷在网络的聊天室问到超跑上个赛季的举球，那是栾瑜文。那瑜文在这个赛季开季的时候，那脚踝的一个伤势。 还蛮困扰着他，那个时候估计是要休息超过1个月的时间。那现在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今天赛前的热身也有看到栾瑜文，现在就等待什么时候看能够重新回到场上。对，这次的进攻彭雨柔被手起后排攻击卡了，哇！子雅在后排刚才的防守也不差，这一个球攻击出界，宪审认为。 这个是在界内，所以现在超跑这边要来挑战。对，其实超跑的教练可以不要那么激动，因为你是有挑战的权利的哦。极速超跑队请求挑战。因为刚才在超跑的教练这边，这个球是打在他跟宪审的中间啊，两个人都看得很清楚。在凤山体育馆，其实今年不管。 在气排的比赛啊，到哪边希望在这个挑战过程当中，镜头如果照到你，大胆的就像现在画面上的这位球迷啊，我的超人，不要害羞，不要害羞。对，他是肯定是玉纯的球迷啊，是刘玉纯。而且哦，其实这个挑战画面如果有 take 到你，我们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其实 YouTube 上面还是可以看得到哦，所以你是可以再返回去再截图的。 YouTube 上不仅看得到啊，有线电视也会一直重播啊。是。哇，在第一局极速超跑的2次挑战，结果都以失败收场哦。哇，这个我们的宪审哦，这个郭家华老师真的是火眼金睛呢，非常接近。子雅的发球，哇，卡拉接发被破坏。 台电这边做给高高，高高在2号位这边的攻击得分。虽然感觉哦，这个整个助跑的动作上面没有很流畅哦，但是最后还是把这个球给贯穿进去。继续由陈思雅发球。阿飞。 在2号位这边的攻击打得非常长，是。昨天有一直提到阿飞在这一段这个复健之路上面哦，一定都有做足他对这个上臂的这个重量训练做得很足哦，所以看到今年整个攻击的磅数又在提升。
洪宇柔这边的攻击穿过了第一线的拦网球员之后，落地得分。19-17，台电现在2分领先。哇！结果这一个发球高高触网进的一个 lucky ace。哇，这个球就真的对超跑来说运气比较不好。20-17，现在3分落后的极速超跑喊出了暂停。Girls, we play good so far. Don't go down now. Doesn't matter for result. We have to continue to play. Come back in our rhythm, okay? This situation, for this ball, you set for who? You have to set on other side, okay? Small details decide this set. Small details, not only set game, okay? Come on. Relish 教练其实讲英文很简单啊，大部分人应该都可以听得懂。他说到目前为止大家都打得很棒，不要受到现在3分落后的一个分数影响，大家打得都很好。对。还是提醒一下哦，不要管说刚刚的挑战的出来的结果，然后跟现在的分数，先把自己该分内的事情先做好哦。那其实还是很有机会的。台电第一局到目前为止得分最高的是黄欣瑜高高，到目前为止个人拿下了6分，而在超跑这边则是队长阿飞拿下5分，得分最高。这个暂停喊的有用啊，造成了黄欣瑜的一个发球失误。这是台电的王前明教练。双林的发球，洪宇柔这个直线的攻击被守起，卡拉这一球被拨下来，往后排来推。洪宇柔再来这个快抹球。哇，宇柔的打法也越来越聪明了哈。这球面对到2个人拦网，没有选择强攻，直接用一个这个强压球哦，反而收到不错的效果。有这种快抹的这样的方式。我们刚看到阿累的最后一刻，其实他把拦网的这个手型已经松懈掉，刚好那个时机点抓得很好。21-18，举球员刘玉纯的发球。玉纯哇，左撇子，而且刚才这个跳发他有这样扣哦。对。Blanco 阿雷的发球。哇，在这边的这个快攻给胡小佩啊。2队其实在今年的企业排球联赛都蛮会打快攻的。对。洪宇柔的发球，卡拉的接发又是要修正。郭静怡把球垫高，黄敬轩这个球被拦回。哇，小佩这个球应该不是这样处理，因为4号位的球员已经倒在那边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做一个后方的举球，举到2号位才对哦。对，因为芝雅都还没有完全的助跑成退哦，他就直接还举到4号位。时间差的攻击，超跑这边垫高给阿飞，高打点尝试来打 touch out， 这个斜线卡拉手到，黄敬轩的这一次有了。这个球的快攻掩护哈，卡拉也受到影响哦。这个球几乎上来是没有人拦网的。对，这边已经慢了1拍哦。1号下3号车管上。23-20，台电这个时候把皮皮换上来。这2年因为十字韧带的这样的一个大伤啊，影响到皮皮在企业排球联赛的一个发挥。不过现在也已经慢慢的这个回到比赛过程当中了。这个相持，李一轩把球送高，
黄敬轩的攻击球，超跑再手起。哇，刚才杨一真跟李怡轩2个人没有沟通好啊。对，场上要喊声啊，爱画虾。是。24比20，高雄台电在第1局现在来到了局末点。阿飞切进来，在中路的攻击得分。对，其实超跑就是要像这样哦。如果我们看到第1局两边的这个相关数据，防守跟攻击几乎是实力这个相当哦。但是我觉得台电比较好一点点的地方，就是他们战术的多变性。哦，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打法比较单调，你对方的拦网也都很有经验，他就很容易去抓到你的时间。但是台电队一直在改变他们的打法。卡拉的跳发结果挂网，第1局结束。主场出赛的高雄台电女排25比21，在这场天王山对决拿下了第1局。气牌19年，一起风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我有趣的趣事就是，我还是不断的在比赛，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就是一直飞来飞去，当空中飞人。搭飞机会水肿，就这样，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有趣的事是我们2个是同月同日生日。真的，我们2个都是6月8号，我也是认识子瑜之后才知道我们同月同日生，这样。我们练完球的时候，教练会叫我们去游泳池游泳，就可以玩水啊，然后消暑这样，很欢乐。那我对他撒娇好了。好。学妹要乖哦，学妹要乖，妹妹要乖啦，这样。云婷爱你哦 ，Yumi。学长，我肚子饿了，可以带我去吃饭吗？好啊，走啊。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我觉得我们如果都拿到冠军了，还说有遗憾，实在太矫情啦。然后，但是我只希望我的队友在新的赛季可以平安健康的完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更加的流畅，然后默契也能够更加的好。然后技术再更成熟，
这样子。大家可以拿出士气，然后用我们的精神去感染现场的观众。气牌19年，一起风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主场出赛的高雄台电，在这个赛季第一次面对极速超跑的比赛，看到在第一局的攻击得分13对14，其实两边差不多。台电能够以25比21拿下第一局。你看到拦网得分方面，对，5个拦网得分。那超跑这边在第一局没有任何的拦网得分。是，所以我刚刚也一直提到，两队的差别在于说战术的多变性。因为超跑他们其实就是很单纯的，一直打4号位，一直打4号位，偶尔打一些后排，然后偶尔打一些 A 式快攻，其实没有太多的变化。那看到台电这边，其实呛死球过去，第一波接过去的时候，攻击手跟举球员一直在尝试很多的战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两边在第一局的一个攻击得分方面啊，是不是在超跑这边攻击的方式比起台电要单调？对，比较单调。那因为你单调的情况下，你就可以让对手很容易去预测你的战术，然后提早做准备，所以拦网的扎实度上面一定会比较高。是。在第一局的比赛，超跑的卡拉其实被拦了不少球啊！哈。比赛第二局现在开始，胡小佩的快攻，超跑手起，阿飞这个球喷得很远。郭靖怡把球垫高之后，台电这边的进攻触网了吗？台电对这个阿敏哦，这个太长距离的助跑，结果最后攻击完之后有点刹不住车。阿敏黄敬轩，这球下来的时候刹不住车，踩越中线，这球发短，再给阿敏，哇！反应很快啊！对，黄金轩。台电队这边胡小佩的发球，接发球的大包扣下来，被超跑手起，卡拉。哎呦，这个球竟然过去了！台电不错，卡拉的一个长攻打斜线，还是很有破坏力哦。换到2号位还是一样，贯彻他的一个这个强力攻击的打法。要得分后的卡拉发球。卡拉在上一局的发球啊，最后那一个发球失误也丢掉了第一局的最后1分。哎，举球的时候应该是被吹连击了哈。对。3比1，现在极速超跑在第2局暂时2分领先。刘玉纯在这个球给高高，被拦回来之后，给4号位的姿雅做一个吊球。好球！其实姿雅这个球哦，在预备的时候就已经余光有先观察超跑后排球员的站位。台电把比分缩小到1比3。轮到黄敬轩发球。超跑这次接发给阿飞，
开网球，这球双林的进攻结果出现了失误。双林其实针对这一种比较没有到位的修正球的打法其实他的技术上面要在更多的一个精进。因为发现到说有时候球太开，然后明显的很开往压迫到自己的出手时机点的时候，他的处理球并不是那么的恰当。阿飞这个球送过去，第一时间被拨回来。刘双林这一次的进攻有了，这是今天刘双林所拿下的第2分。4比3，目前吉鲁超跑1分领先。一路这球发给陈姿雅，修正球，姿雅修正球的攻击分数照样的拿到。哇，这个球应该是可以防守起来但是其实球过去的时候被拦网的手稍微碰了一下，导致这个怡汝的重心有点偏移了。阿雷的这一个快攻得分。小跑队长阿飞，这球发过来之后，看到高高的一个背飞斜线攻击，手起之后，台电这边来不及了。继续由阿飞发球。冯雨柔在4号位的攻击，超跑手起，交给高高。冯雨柔再来，这个球斜线打太斜了，出界。比分现在来到7比4，超跑3分领先台电。台电这段时间要注意自己的失误王建民教练这时候喊出了暂停我们来听一听他要讲什么。开始而已，不要去分球。对，你还有个老二等着，对不对？有罗这颗没打死完了再给，快攻没打死我再给，时间允许的这样。OK， 那分球大家都已经先往那边先走，篮网明显。这个注意一下你们那个回防那个防守位置对其中。王建民教练过去球员时期是举球员出身的，所以刚才看到他下来叮咛这个刘玉纯举球员。其实台电的攻击点非常多你可以举得活一点，分球要灵活一些。是。其实有时候举球比较忌讳的是这个分球分得太明显，因为你如果让对手知道说你有分球的习惯的话，他其实就会先舍去掉部分的攻击手，然后就提早过去做拦网的准备。那他其实也提到说，如果一个人打不死的话，你还是可以继续给他一些机会。这次的快攻得分，黄欣瑜高举高打。超跑这次接发其实又没有做好刘双林的攻击球，台电手起在这边，姿雅这个球被阿雷给拦到。来看一下慢动作，姿雅的后排攻击，阿雷已经等在这里了。而且拦网点非常高冯雨柔的攻击又被守起来，帕拉把球垫过来，台电再组织一波进攻，再给彭雨柔，还是没有配合好。现在阿雷这个背飞，好，彭雨柔这次有了，
出手的时间自己再控制再晚一点，是很聪明哦，因为他也知道说，其实杨怡珍跟阿累已经换了拦网，所以他这个球选择斜线进攻是正确的选择。8比6，超跑目前还是有这2分的领先优势。阿雷的这个快攻，黄敬轩守起来，再给彭宇柔做一个吊球。卡拉来了。哦，台电队在第2线的一个补防，其实都做得很扎实哎哈。卡拉再来，这一次有。他们在第2道的防线哦，特别是针对卡拉的这个部分，因为他们其实知道卡拉这个球非常的有穿透力，所以直接一穿过来之后，其实后排还有非常多的人在不同的点都有布防。比较开网，黄敬轩这个球，结果阿密打出了界外，10比6。在第1局2队最大的差距也不过4分。对。现在第2局超跑领先台电4分。刘玉纯这边，彭宇柔队友帮忙掩护的时间差攻击，再组织一波，再给彭宇柔。宇柔虽然在上个赛季哦，大多数是从这个后补出发，但是其实这个赛季他其实越打越有信心。今天他有很多的攻击都打得很果断。昨天对中线比赛，其实彭宇柔打得不多啊。是王启明教练就是把他留到今天来用就对了。其实教练们彼此之间针对这一周的赛事都有盘算哦。卡拉接发，后排攻击，刘双林，台电手起，开网球交给陈姿雅。卡拉来了，哎呀，这个球一如没有打好啊。对。其实卡巴的反应是有哦，只是说这个手肘最后出手的这个动作太大了。高雄台电现在追到了，仅仅只有2分落后了。陈怡如的这个快攻结果没有打到点。杨一珍交给后排的双林，刘双林后排攻击得分。这个球比较可惜一点哦，这个球举起来应该是很明显的一个后排攻击，但是前排起跳的却只有小佩而已。技术超跑举球员杨一珍小杨的发球，黄敬轩这个球被守起来。卡拉，敬轩再来。我看到今天超跑哦，不知道这个是运气不好还是怎么样，但是每个防守者都会去往这个球的落点跑，但是接球起来的那个人，他救起来的球都会救到没有人的地方。对。哇，阿飞这一个修正球的攻击打得精彩啊！对，很敢打哦，而且这个弹起来之后刚好落到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卡拉的发球，结果这个发球出现了送分呢，12比10。其实很少看到这个超跑的教练对卡拉哦做一些攻击上面的提点，其实都给他一个很无限的开火权。给他的空间很大。对，刘双林开始慢慢找回到了攻击得分的感觉喽。这位在大专排球联赛获选为最佳边线攻击球员的刘双林，
13-10。急入超跑，陈亦儒来发球。高高的这一个背飞，快攻得分。超跑比较可惜的是，在第2局确实攻击的火力比高雄台电这边发挥的还要好，但是就是他们目前还有很多的防守球都是可以守起来，但是没有继续来防守起来。这球交给阿飞，郭靖怡的一个防守不错，哇，这是非常典型的这个高雄台电的一个反守为攻啊，对，很精彩的这个防守反击哦。刚才季轩的攻击球啊，从刘双林的2个手中间穿了过去，对，1分差而已哦。阿飞，好球！哇，刚才我没看错，刘玉纯先是一个攻击啊，对，接下来又是跟队友的一个2个人拦网啊。其实我刚一直在注意刘玉纯，他很喜欢接对方送过来的呛死球第1球，不知道是不是要为自己制造很多攻击的机会。有时候有些举球员是很喜欢、很想要攻击的，是攻击欲望很强烈的举球员。13-13，在第2局现在回到原点，小杨做一个逼快，这一球直接朝自由球员啊郭靖怡的身上来招呼。那郭靖怡在今年转换到自由球员的身份出发之后，确实他的防守能力本来就不错，所以其实也带给这个梦话离队之后，这个台电队这边有自由荒的这个现象有稍微的缓解。当然，台电我们知道还有另外1名自由球员是徐婉云的。对，婉云在其实学生时期也是不错的一个攻击手。对。但是他进入台电之后，台电是把他当做自由球员来做培养。对，因为毕竟这个台电太多的攻击好手了。对，刚才在整个网络的这个转播聊天室也看到说，蛮多人就说，哇，觉得婉云真的应该要回来当攻击手啊。阿雷的一个快攻得分。急速超跑再度的把领先优势给要了回来。哦，你看这个是比较像男生的这样的一个举球，哎，对，杨一真的这个举球很有空间感，斜向的一个逼快。刘双林的发球发得不错，洪雨柔的这个吊球手起哦，阿雷把球垫高，双林，哎。这边王前斌教练不知道他看到什么东西啊，要挑战，应该是刚刚双林起跳的时候就踩3米线。哦，他应该是蛮有把握的。王前斌教练可以看到对面的后排攻击，踩3米线。我场边看到台电男排下一场比赛，他们要来面对桃园台产。希望每一个被镜头照到的球迷都可以像画面上的这位这个弟弟啊这么的热情啊！这个星期雅典娜女神主题日蓄势待发，王前斌教练挑战的这个足部犯规到底有没有踩到3米线呢？哇，这个因为现在有了这个挑战啊电视辅助判决之后。你知道，在整个赛事大会的一个裁判组这边啊，会有一个专职裁判来负责挑战的这个部分。当这个球队马上这个提出挑战的要求的时候，挑战裁判马上就要跟工程师互相的搭配，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找出适合的这个摄影机的角度，然后赶快把结果呈现出来。这2位球迷是蛮害羞的哈。好，挑战结果出来了。哎，哇！王前斌教练真的很厉害耶，他有看到，连台电的球员都给他比一个赞。应该我在想，整个体育馆应该只有他看到而已。所以刚才那1分是要变公正吧？
还是说？应该是台电得分。踩线的话，对，踩线的话那就变台电得分。是台电得分，台电得分。哇，所以现在15比15，在第2局双方再度平手。如果刚刚那个球是挑战失败，就是他没有踩攻击线，那就是超跑得分。哦，因为他的那个挑战让整个比赛终止下来。刘玉成的发球，结果这个时候出现了失误，发球出界。这个双领的鞋子哦，如果再少个半号的话，应该这个球就没什么问题。急速超跑的阿雷快攻手，现在要来发球。他发球比较特别啊，他也没有跳，就是这样的直接站在原地这样发。其实以他的身材哦，做一些助跑，然后加上跳发的那个力量下去之后，应该会蛮可怕的。场上的比分16比16。第1局跟第2局一样啊，到中段都是杀的难分难解。小杨这边做给后排，双林的攻击球来不及了。王启明教练啊，这球虽然很快的后退，但是来不及。哎，这又太靠网哦！啊，这个球接的有点太急了。16平之后，极速超跑连续得到2分，目前是18比16。这个接发好像还是只能修正啊，在这边看到。黄继轩原地起跳，这个球得分他自己都有点惊讶。打得够准，对，只能说阿明打得够准。哎，李姿莹今天第1局没有上啊，第2局这个时候首度亮相。这一次快攻没有能够打准。哦，这个应该是卡拉的拦网、触网哦，触网。超跑这边再度的前排球员有触网。哇，很明显，这个手肘在下压的时候，手臂啊，所以现在又回到平手了，18比18。卡拉在这边的攻击，哇，这重炮！基本上你如果帮卡拉制造出1对1的机会的话，他是不会跟你客气的哦。只有子雅一个人来拦，所以你在拦网的布防上面，你必须要先做一点牺牲了。对方的主要攻击手在哪里？你拦中的球员其实就是要做一些牺牲，然后提早做助跑过去做这个斜拦的部分。这边接发球的霸包阿飞直接把这个霸包给收下了，而且他是用右手来做攻击。对，不要忘记阿飞左撇子。是。现在20比18，台电这边请求暂停。OK， 没问题，2分而已。我们现在攻防都没问题，我们只要再稍微把握一点就好。不好的球就把它弄倒，不好的球 ，OK， 想一下回断，想一下要怎么做 ，OK。王建民教练讲的话跟第1局啊，这个极速超跑落后的时候暂停的时候，这个杨教练讲的话其实差不多的。对，我们的进攻攻击都没有问题。对，所以不要去管场上落后分数，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就对了。今天这场企业排球联赛女子组的1、2名的对决，这内容真的是高水准的哈。继续由卡拉发球。暂停过后回来，卡拉的发球要加压吗？我觉得以他个性应该是加压，他没有在放松。资颖接发，季轩这个球被拦回。
刘玉纯，哇，这个球没有配合好啊！刘玉纯是举球没有举到位吗？没有举到位，举太高，而且速度也不够。他其实这个球有想要多给黄欣瑜多一点的高度，但是那个球的高度太高，而且速度也没有出来。分数现在来到了21-18。结果这个球还有，阿飞的斜线攻击，台电再度是演出了精彩的防守，后排攻击李姿颖。李怡轩垫高，再给阿飞，阿飞这个球被拦到了。哇，这个拦网来得很及时，也很重要。阿飞已经在想要打斜线了。对。台电今天这场比赛面对超跑的拦网做的真的是非常的棒。黄金轩的发球。好球！队友掩护的一个时间差攻击，刘双麟攻击得分。这个不知道超跑是不是刚刚在换边的时候都一直有在听我们两个在讲，这个第二局确实改变了很多这个攻击战术，打得越来越火，比较火了哈。对。一路的发球发给姿雅，姿雅在4号位这边的攻击。哇，好厉害呀！漂亮的一个转腕。这个球，姿雅竟然在高打点啊，打一个直线。高雄台电队请球8号下12号彭宇柔上。这个时候把彭宇柔再换回来，代表说今天王前明教练真的确实要以彭宇柔这个地方来作为阵中的主要攻击手。可能姿颖昨天比较累吧。快攻球，哇！这个球台电救起，小杨这个修正球给刘双麟，结果刘双麟这球攻击出界。是。哇！现在紧张喽，22-21，超跑的领先只剩下1分。在这个时候，塞尔维亚的总教练 Relic 会对球员们有什么样的一个交代呢 That was good attack, really good attack. So we couldn't do normally she cannot spike over her, but she passed, but very good in the middle. Okay, we need a good side out now, but focus first on reception. Okay, first reception and after attack. Okay, everything is in our hands, girls. 22-21 for us. Come on. 主要还是强调这个接发球的稳定性接发球要先顾好。那他也称赞了这个卡拉的这个攻击，也鼓励他。卡拉的在这一局的攻击是有针对第一局来做出一些调整，对，并不是每一球都硬打。是。然后其实这一局也加上这个双麟其实第二局超跑给他非常多的攻击机会，而且他都有把握住。接下来超跑这个接发很重要。哇！双麟来了。这一个球，刘双麟攻击得分，23-21。极速超跑队请球7号下9号蔡佑学上。哇，这个时候又是超跑教练出奇招了直接把举球员换下去。等一下应该是阿飞要来举球。上个礼拜在新庄体育馆，我已经看过这样一个状况。上个礼拜是陈依如来当举球员，加强拦网的高度，这边不过高直接这个快攻得分。蔡佑群上去之后没有碰到球啊，对，就又下来了。所以有时候换人也是一种战术的运用啊。杨一真举球员，正牌的举球员，现在再度回到场上。卡拉接发，小杨交给双麟，这个球被拦回，李怡轩再给双麟，这个球结果补防的高没有能够把球给送起来，反应慢了一拍啊。其实台电第二线的补防已经是做得非常棒了，
只能说这个球改变了哦，拦网之后改变了球的路线。24-22，急速超跑在第2局来到局末点。郭靖怡接发，洪宇柔这一次进攻成功的 touch out。超跑现在还是局末点的机会，所以先把接发球稳固好，而且现在他们的正中的主攻手是在卡拉这边，也看一下台电队会不会针对他来做一个重点的布拦。现在看刘玉纯的发球了哈，结果刘玉纯的发球没发过去。哇，第1局跟第2局的最后1分都是发球出现失误啊！看到在急速超跑第2局25-22，扳回了1城。所以现在在前面2局打完之后，双方是1-1平手。有就是平时上就是生活，不管球场上还是球场下，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刚进来会特别照顾我们，然后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球队。有，我觉得就是在球场上，然后像上次开幕战的时候，其实学姐都就是失误，她都是鼓励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有。就是学长们在场上都会鼓励我，不然就是叫我放开来打，就不会让我那么紧张。然后在场下的时候，他们会带我去玩或者是吃饭之类，培养感情。气牌19年，一起风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就是玩手机、玩游戏、打电动，然后不然就是好好的在宿舍里面休息。我喜欢出去外面走走，因为自己喜欢到外面散步，然后逛街、听音乐这样。我是尽量都待在家里，比较喜欢睡觉。对，我也是，就是因为平常比赛跟训练都很累，所以只要难得有放假的时候，通常就是待在家，然后追剧、看电视之类的。确定要问我吗？我从休赛季开始就是一直的比赛，到前几天才回来，所以我就是不断的练球、比赛。就是休赛季的期间，还是会不断的保持球技，然后放假的时候会跟朋友出去玩。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
有，就是平时上就是生活，不管球场上还是球场下，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刚进来会特别照顾我们，然后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球队。有，我觉得就是在球场上，然后像上次开幕战的时候，其实学姐都就是失误，她都是鼓励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有。就是学长们在场上都会鼓励我，不然就是叫我放开来打，就不会让我那么紧张。然后在场下的时候，他们会带我去玩或者是吃饭之类的，培养感情。我们来看到，在11月19号星期天啊，高雄台电跟极速超跑第2局的这个比赛，在第2局双方8度平手。那极速超跑啊，在第2局展现了真的是比台电更好一点点的一个攻击火力。那台电虽然在第2局还是有3次的拦网得分，但是看到在第2局极速超跑25比23扳回了一城。对，双方的内容其实在第2局也是都势均力敌哦，但是确实超跑我们看到这一张哦，其实他在整个战术的运用性上面打得更活了哦，然后再来是刘双林的适时跳出，也帮助到超跑这边哦有2门的火力来对决台电，那当然在攻击的这个输出上面又会更加的一个多元。当然在台电这边2局打完之后，高黄新瑜这名快攻手到目前为止拿下全队最高的10分。那在彭宇柔这边到目前为止拿下了8分，其中大部分是在第2局拿下的。是。那超跑这边包括了阿飞，包括了刘双林，目前2个人得分都是8分。另外2位洋将卡拉还有阿累，到目前为止各得到7分。是。那还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在第2局的后半段，在卡拉的那个发球轮里面，确实而且那个比赛已经进入到20几分的状态下，其实他几次的强力跳发也破坏了台电队这边的一个接发。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第3局的比赛吧。这个赛季台电与极速超跑的首度对决，快攻球。黄敬轩这个斜线的攻击也被收起，后排攻击，哎呀，是举得不够高吗？对，有一点点要这个压迫到双林的这个起跳的一个节奏，也有一点点太前面。彭宇柔发球还是发给卡拉。陈怡如的快攻已经是被抓到了，对，而且2个人上来拦哦。陈怡如的一次快攻遭到对手拦网拦回。因为同一时间也看到卡拉切到4号位，对，可是台电抓拦网真的抓得很准哎。双林在这边，卡拉斜线。刘玉纯的一个背后举球，交给小佩。我刚才赛前遇到小佩在外面那个凤山体育馆门口有一个饮料贩卖机，我一直看他在看里面的饮料，我以为他在看那个运动饮料的这个提神饮料的那个成分，结果他跟我讲说，他说没有，我只是在考虑说我要喝什么，很可爱。台电队的一个机会，黄敬轩的斜线攻击有守起来，但是可惜啊，小杨这个球，杨一真并没有能够把球给送过去。哇，一开始被台电队在第3局打了一波3比0，也让超跑这边 Relich 教练喊出暂停。Okay, but this is not beginning of the set we want. Hey, come on. From 4 points, 3 mistakes. Come on, we don't play like this. And also we are too soft. Now we have to be strong. Yeah. Now it's what I told you in dressing room. Now we have to support each other. Okay, come on. 这个时候，不管是精神上还有球场上，都把自己重新的武装起来啊。是。他刚才一直提到这个不要打得太 soft， 应该要 strong 所以其实超跑在整个第3局的刚开始开局上面，真的心态确实有点被这个高雄台电给压着打。
在画面上也看到了极速超跑，不管在哪边比赛，这个超跑大乐队。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们永远可以抓准那个裁判要鸣哨的时机，然后还可以做很漂亮的这个 ending。卡拉在这边的一个进攻被拦回，小杨举给后排的刘双宁，这一次攻击有了。基本上教练交代硬起来，对，这个时候就硬起来。杨义珍的发球，在这边快攻球，胡小佩，阿飞来了，陈姿雅，这一个球打得非常聪明啊！在超跑这边第二排的球员退得很后面，姿雅看到中间有个大洞，直接轻扣，直接推到一个这个四不管地带。对。姿雅今天到目前为止也拿下7分了，接发球又没有到位。阿飞来了，阿飞，姿雅举球，黄敬轩在这边，这不是被拦到吧？是挪印吧？对，自己打挂网了。3分落后的极速超跑，卡拉的发球，这球发的很有力哦。陈姿雅这个球被救到，阿飞，哇，郭靖怡这个球也守得不错。后排攻击，彭雨柔，小杨举给双林，这一分精彩。姿雅这个球好球啊，漂亮啊！哇，陈姿雅这个球，这球到底怎么打进来的？慢动作我们来看一下，他直接用手腕做一个压球的动作，从超跑2名拦网球员的中间呢，那个小缝，球给塞进来。卡拉举球交给双林，这个球被拦回。哎呀，刘双林的这一个吊球，结果出手轻了，而且这个球有点太勉强，基本上你已经没有做完整的攻击动作的助跑跟起跳，然后球也比较开一点，所以你这个时候选择吊球，对方其实也可以预测到。今天基本上是打到第3局，现在刘双林被换下来，感觉是要让他调整一下这个体力。他确实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前排、后排他都担任这个重责大任。陈亦儒的快攻又被台电给收起。哎呀，姿雅这个时候再度的攻击得手。我觉得超跑差在台电的是在他们的第2线的补防。对，他们第2线的补防的确没有台电那么的扎实。对，而且没有交代的很清楚哦。台电在整个第2线的补防，甚至有时候到第3线，他们其实都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卡拉举球交给佑群，这个球已经先落地了。蔡佑群今天这场比赛他所拿下来的第1分。陈亦儒来发球，如今天到目前为止得到的1分是在第1局拿到。这球不接的话，说不定会出界哦。亦儒把球垫高，右群修正球，哇，好球啊！刘玉纯哎，他是举球员哎，刘玉纯举球员来做攻击啊。刘玉纯本身就是一个2刀流，他在攻击的这个火力上面也非常的好。哇，这个球抹的真是漂亮。9比3，这是今天这场比赛2队差距最大的一刻。阿雷的一个快攻球被手起，高高举球，刘玉纯
举给彭宇柔，这边拦网出界。我们刚刚看到阿累的那个 A 式快攻哦，在上一局的时候，其实黄星宇的起跳时间都有点太慢，现在慢慢可以跟上阿累的这个攻击的节奏跟出手的时间了。大家这个时候场上举球已经不是小杨了，是阮宇文喽。对，大家刚刚在网络上面讨论很期待的，他现在已经到场上了，所以证明阮宇文的脚踝伤势应该已经是恢复的差不多了。阿飞的发球，彭宇柔接发，阮宇文做给右群，这球还有。这边的一个快攻，哇！刚刚是刘玉纯在拦阿累，是，哇！李一轩这球也守得不错，这一分好多来回哦。蔡友群在这一次的一个攻击，哇，差一点打到了主审，是，哇，这一分两边都演出了很精彩的攻防哦。对。所以我们说哦，超跑它可用之兵非常多，在刘双林下去之后，换上了蔡佑群，他马上可以这个衔接到超跑在4号位攻击的这个重责大任。而且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位21岁东山高中毕业的高欣源。对，在上个星期新北的一个赛事当中，高欣源也表现得相当出色。是，那这个球应该是 touch out。台电队的快攻 touch out 得分。11比5， 6分的差距。高高的发球，蔡佑群，彭宇柔来了，这个球拦到，但是又拦出了界外。彭宇柔今天打 touch out 很有心得，对。所以现在分差被台电队在第3局有一点拉开了，12比5。超跑这边喊出暂停。Doesn't matter for results. Just try to come back in the rhythm, okay? Forget this. Okay, for us it's important to come back because we were totally out of the rhythm. Now we are coming back slowly. Okay, till the end of the set we have to come back. Okay, come on. Yes, come on. 今天在台电这边，黄欣瑜跟彭宇柔得分都已经来到2位数了。另外，姿雅也得到了9分。今天两边的得分点其实都还蛮平均的。对，就是那个主要的攻击重点，举球员都有让他们有效的发挥。而且在这一局也看到了阮宇文的一个伤后复出，今天在这一局的表现也不差。阮宇文来看这边举给阿雷，背 C 是快攻得分。因为毕竟哦，他在上个赛季也跟阿累配了整个赛季哦，所以其实就算他是候补出发，但是上场应该是搭配的这个熟悉度还是有的。蔡佑群的发球，在这边做给彭宇柔，第2线的补防，这一次有补到。姿雅的一个后排修正攻击不错，这个吊球阿雷，台电队真的很会防守。阮宇文做给卡拉，这一次吊球有了。不过这个球卡拉不知道是来不及助跑，还是他是几乎原地起跳。我觉得这个是好的攻击手他厉害的地方。对，就是他跳的时间可能不够，没有时间助跑，可是他知道什么样的情况要重击，什么样的情况要吊球。12比7，5分差。蔡佑群，彭宇柔接发之后，这球还是被他给攻进了 touch out。
超跑这边针对羽柔的直线进攻哦，还是没有这个拦网的手型，还不是并得非常的好。那其实现在也出现一个状况，因为阿累跟阮玉文的这个拦网高度其实是有落差的，所以球过来的时候，面对这样的高低拦网，其实贯穿的几率也会非常高啊。阿累的快攻，这次手起。 卡拉刚才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这球没有机会进攻。这边哇，可惜。当然，如果是小杨杨一真在场上的话，那个拦网高度落差是更大。是。阮玉文应该跟这个比杨一真稍微再高一点。台电这边刘玉纯的发球。 左撇子的刘玉纯，这一次发球出现了失误。不过在这一局，目前高雄台电存的本钱够多了，是还在安全范围之内。是。阿雷的发球，胡小佩替队友做掩护啊，从后排。 插上来的彭玉柔，这个攻击啊，让超跑吞下来了。其实超跑已经预测到他有做切动，只是说卡拉在起跳的时候，拦网的动作并没有做得很完整哦。其实跳得比较开，那手也没有做侵略性的往前伸的动作。阮一文，这球做给怡如，刚才的一个背飞还是没有能够配合到位啊。 卡拉修正球的攻击，在这边，这一球是出界，要挑战吗？没有。这分差现在来到16比8了。彭雨柔，这球发一个小球，阮一文再给陈怡如的一个背 C， 这球又被拦到。 台电的拦网今天从第1局到第3局，真的今天光是拦网加起来得分就已经是超过10分了。对。所以在拦网的这个层面、这个技术来说，台电今天是发挥的比超跑还要更好。超跑这边换上来叶亮言，阿飞。 在后排的攻击，这一次阿飞攻击得分。超跑队的阿飞后排进入战线。由阮玉文来发球。阮玉文这球看发给谁？ 还是发给彭玉柔啊，姿亚从中间切进来，这一次的中间拦网，超跑抓到了。对，叶亮也一上来就有贡献哦。不过分数的差距还是有点大啊。 黄敬轩这一个球，阮玉文不碰的话，应该还是在界内了。对，因为黄敬轩的打点真的太高，而且他有一个特性，就是他喜欢打这种长线的球。在台电这边再度把皮皮给换上来发球。皮皮这个时候发出了一个 ace。 哇，这个跟我当时在新庄体育馆第1周的时候播皮皮上场发球的时候，连续发了2、3颗都是这种球。我还问皮皮说：“你是不是平常有在练这个发球？”阮玉文举给卡拉，洪雨柔，皮皮把球垫高，后排。 阿飞这边的一个攻击，救回来。
阿飞的这一个吊球，好球。虽然动作没有很流畅，但是阿飞的经验，他永远知道说哪一个地方吊球的点是最有机会得分的哦。这个球吊得很漂亮。在超跑这边还是把卡拉跟阿飞留在场上。是，其实要考虑到他们两个人，如果待会要打第4局的话的一个体力调配的问题。对。卡拉的发球，这是一个 ace。我觉得他在跟亚里哥说他没有问题。那这一轮其实也是台电要特别注意的哦。当我们遇到这个发球特别强的对手的时候，那一轮尽量就是1颗过。哇，结果这个时候发球出现了失误。就我觉得卡拉的这个发球真的很不容易哦，他有那么强的破坏力，但是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其实他的失误率是很低的。2号下14号许慧上。哦，今天台电也把另外一个举球佳瑶给换上来。对，而且这是一个2换3的战术哦，让前排有3支攻击手。20比12，目前台电有8分的领先。洪佳瑶发球，还是发给卡拉。阮一文举给蔡佑群做一个吊球，蔡佑群的吊球得分。超跑队请求替补，13号下6号高兴元上。哇，终于让卡拉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哦。把21岁的高新元给换上来。高新元在上个星期这个新北市新庄的比赛其实是表现相当不错。子雅的一个直线手到，阮一文比较开网的一个球交给蔡佑群，佑群要跟教练证明自己啊。蔡佑群在4号位的斜线攻击顺利落在线内。哦，追到6分差，王前斌教练这时候不敢大意，请求暂停。他们时间不对就是小球，这样加洗。前面2局都是一路焦灼到这个比赛的后段才分出胜负。第3局倒是一开始台电就是取得了一个蛮大的一个领先，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暂停过后回来，叶亮言这个发球，吴佳瑶做给子雅，阿雷把球送高后排。高新元的后排攻击，结果打出了界外。这次后排攻击出界，球权回到高雄台电队。台电这边自由现在也把徐婉云给换上来。佑群这一个球打直线打得很大胆啊！哇，佑群今天在4号位的把握度真的很高啊，不管是吊球还是这种变线的直线进攻哦，都打得非常漂亮。蔡佑群要跟大家证明说，我不是只是会在成大体育馆会打而已。阿飞的发球发短，这个球但是没有过网。台电的发球高高，阮一文再做给佑群，第一时间被点回来。阿雷，洪雨柔
阿飞这个球救得不错。哇，蔡佑群这一次被抓到了。对，其实宜轩的这个卡巴你有时候后排卡巴的人，他其实要跟着攻击手的动作，因为这个攻击手的动作，他其实右群的动作是有点往外扫。那你往外扫的时候，其实你很有可能就会预测说这个球是从外侧这个地方进来，所以卡巴的位置就要随机的来做调整。再做个右擒，洪家瑶做给许慧莹，这个球被拦到之后，补防还是做得很好。许慧莹做一个吊球，栾玉文做给后排的阿飞，被拦回来，还有吗？落地了。超跑的球员前排倒成一片。今天台电的拦网真的太可怕了。是。24比15，在第3局，高雄台电来到了局末点。高高黄信宇继续来发球，马包，哇，皮皮攻击得分，哇，曾婉玲拿下了在第3局的最后1分啊，拿下了第3局之后，高雄台电在主场周的第2场比赛面对极速超跑，目前局数上他们率先听牌。气牌19年，一起风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有就是平时上就是生活，不管球场上还是球场下，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刚进来会特别照顾我们，然后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球队。有，我觉得就是在球场上，然后像上次开幕战的时候，其实学姐都就是失误，她都是鼓励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有。就是学长们在场上都会鼓励我，不然就是叫我放开来打，就不会让我那么紧张。然后在场下的时候，他们会带我去玩或者是吃饭之类的，培养感情。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喜欢运动赛事就来 HubSport 频道。HubSport 频道，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其实因为今年我们球队的异动不大，然后外援也没有变，依然是我们的最强左手外援碧雅，然后加入了 HBL 冠军的班底子云还有梁代。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力拼卫冕冠军。因为今年就是有新血的加入，而且我们也是新的球队，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队上搭配能够更加稳定成熟，然后能够更加有默契。为球队拿下好的成绩。我们会尽量磨合默契，然后尽量多一点沟通，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球队，就是我们也比较少时间可以磨合，所以希望大家在场上可以多一点的沟通和声音出来，这样。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加入气牌会员，加入气牌会员，掌握赛事一手资讯，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我觉得我们如果都拿到冠军了，还说有遗憾，实在太矫情啦。然后，但是我只希望我的队友在新的赛季可以平安健康的完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更加的流畅，然后默契也能够更加的好，然后技术再更成熟，这样子。大家可以拿出士气，然后用我们的精神去感染现场的观众。我们来看到，在第3局台电的各项数据都明显的压倒了极速超跑，不管在攻击得分率、拦网上面，我觉得是今天高雄做的最好的一环啊，25-15，在前3局打完啊，高雄台电取得了听牌。不过这场比赛刚才在广告时间，洪金说怎么这么久啊？已经打了快2小时了，还没打完呢、啊。是，已经打了快2个小时，现在才要打第4局而已啊。来看到在第3局双方的一个攻击得分，我觉得今天台电很恐怖的地方就是他们除了拦网得分之外，他们今天攻击的得分点也非常的平均的、很平均。到目前为止，打完前3局，台电已经有4个球员得分是来到2位数。对，代表说他们今天整个攻击手的状态上面都非常的好。好，看到比赛第4局现在马上就要开始，在今天11月19号啊，礼拜天在凤山体育馆这场企业排球联赛女子组第1名跟第2名球队的对决。就来看看极速超跑能不能把战线给延长到第5局，还是台电队今天可以笑取这个主场的一个2连胜。哇，今天刚换上场的徐婉云，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哦。在第4局的开局就被 S 球，小杨的发球，婉云这次接发有了。哎，不过子雅这一次没配合好，超跑的机会，后排攻击，蔡佑群，球垫高，季轩，这一次的攻击打在小杨的身上，喷出了界外。超跑看能不能在这一局修正一下刚第3局开局的那种状态哦，一下就被台电队拉走太多的分数。台电要轮到了胡小佩发球。刚才攻击得分的黄敬轩，今天他个人得分也来到11分了。卡拉，这个球喷掉了。卡拉在第3局的后半段也得到一些短暂的休息时间了。卡拉在今天到目前为止得分得到10分。在超跑这边目前得分最高是阿飞11分。卡拉的这个攻击水准来说，今天10分其实还并没有达到他的巅峰状态。不要忘，今天的对手是台电。是。这球又是打在彭宇柔的一个手上，不过徐婉云把球救回来。这个快攻，结果叶良言被拦回。右群这球打得非常精彩啊！右群今天在强攻以及虚攻上面来回的这样的运用的非常的好。今天蔡佑群从第3局才开始上场，不过到目前为止他也拿下6分喽，是得分效率非常高啊。当然，今天不管哪一队获胜啊，我们待会儿比赛结束都会有赛后的一个记者会也希望在网络上收看网络转播的这些球迷朋友，看看要不要提供一些意见让我在赛后记者会可以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我可以帮大家来发声啊。是不是有点现在觉得太难选了，对不对？太多人想问。这是一个连击哦。阿飞这个举球被吹了连击啊。阿命的发球，黄金轩。蔡友群接发，结果是一个大包，被黄星宇直接在网上把球给扣下来。3比3，在第4局双方平手。这一个快攻球手起，子雅这个球被拦到。阿飞的这个球，趁着台电拦网还没有靠在一起的时候，大胆的来打中间。我这球举的是卡拉，然后小杨这个球举的也很到位。叶亮爷今天是替补怡如上场。这个球差一点点呐！哇，这个球很惊险，台电队很敢放的。要不要挑战看看呢？没有要挑战，距离线边还蛮接近的。应该这场不敢再挑战这个线神郭嘉化老师。陈子雅的发球，蔡佑群这一次的攻击，结果被高高给拦了下来。今天在整个台电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次的拦网成功得分了，光靠拦网就拿了13分了。这边打 touch out， 攻击手就是要敢打啦。对，第一次被拦没有关系，哪边失去了从哪边要回来。我们之前都会有看到一些攻击手，他第一次被拦网拦死之后，他还会继续的主动的跟举球员来要球。是。5比5，哇！彭宇柔这个接发修正，姿雅只能够把球垫过去，这是超跑的机会哦。阿雷，蔡佑群在这个球救起，刘玉纯垫高之后给彭宇柔，李一轩后排攻击，结果卡拉的后排没打过来，是容易。双方都有精彩的攻防表现，最后是台电队拿下分数。台电队高高的发球，卡拉举给蔡佑群，当快攻来打。吴小佩刚才反应很快，不过阿雷在这个时候更快的一个速度把这一分给拿到。对，台电队对于阿雷的这个出手速度上面哦，起跳时间还是稍微慢了一拍。彭宇柔在这边的4号位攻击得分。彭宇柔在今天跟前排的高高啊黄星瑜到目前为止2个人都是各拿下13分。阿雷这个球打了touch out，打在彭宇柔的指尖上。第4局又跟第1局跟第2局一样啊，到目前为止咬得很紧啊。刘玉纯做给黄敬轩，这个球救起来之后，卡拉，哇，这个球有点太急了。卡拉把球想要推向后排，
阿飞的一个攻击，这个球竟然有机会救回来哦！哇，这球漂亮啊！哇，不过卡拉在4号位的斜线攻击，台电刚才这一分，姿雅怎么样把球救回来？这个左手的球，他的空间感也很好，而且左手的这个救球真的救得非常的精彩。哇，一个右手，然后姿雅的左手，对，先是郭靖怡了，对。不过卡拉也很聪明，他知道斜线2个人防守者都不见。季轩最近几个球的处理，好像就像洪鑫讲的，有一点急了。对。7比7平手之后，现在技术超跑，连拿2分，目前是9比7。有第5局可以看吗？这个也接下来要考验到这个台电球员这边的体能哦，因为毕竟他们现在几乎每一局都是用全先发的这个阵容。哇，这球竟然救过来啊！吴小佩再来吗？黄敬轩这个攻击球被拦回，在这边被拦到，阿飞。刘玉纯作为黄敬轩这一次的攻击有了，这几波的攻击机会全部都制造给黄敬轩哦，而黄敬轩他也一直在把握住他攻击得分的机会。今天2队的今年赛季的第1次对决，我觉得这个内容是非常有水准的。右群接发之后给卡拉，陈姿雅这一个球，结果拦网差一点点啊，感觉上沿着网带好像会在界内落地。对，姿雅的这个球扫的也很漂亮。这个球如果没有扫的力量不够的话，其实以那个距离，很有可能球还会落在场内。9比9又回到平手了。球，对台电队一定要去把握住在这一局就获胜的机会哦，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超跑在前一局虽然是大比分的落败，但是至少他有让他们阵中的先发球员有一定的时间的休息。那台电队如果这一场球没有收下来的话，那第5局他不可能再放所谓的替补阵容上去哦，那所以对台电队球员的这边的体能的考验又更加的一个艰巨。徐婉云这个球守得不错。两边主力球员的一个斜线攻击都被守起。蔡友群这个球，婉云，哇，姿雅刚才差一点踩在徐婉云身上。卡拉这一个球要做吊球被压回来，后排攻击蔡友群，结果在网上的一个相持超跑拿下了这1分，又回到平手了，10比10。小佩这个球比较可惜了一点哦，应该。球还是在高度，而且还是在他自己的场域。他这个球是选择只有用单手来做处理，应该可以双手把球拨过去。刚才我在这个问大家这个网络聊天室的球迷说希望要访问谁啊？很多人说希望邓公啊来加入访问。大家不要急，邓公下个礼拜就会来到凤山体育馆为大家来服务了。另外，在屏东的赛事啊，邓公也会来负责转播。哎呦，这个球打到网带，有点运气的一个成分啊。蔡佑群，哇，在3、4两局扮演了一个得分的一个重心哦。而且确实哦，在台电队这边要特别注意哦，他们几乎在强攻球的防守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针对这种不规则的吊球，常常会出现这个防守失分。玉纯在这边做给季轩的2号位的斜线攻击出界，超跑12比10，真的如赛前预期的哦，这场球绝对不会是哪一边以3比0来获胜。真的要看到血流成河吗？
季轩做一个吊球，李逸轩这一个鱼跃救得漂亮，阿飞在2号位置的一个攻击得分，超跑的队长陈婉婷阿飞。不过这个球要感谢李逸轩的这个精彩的鱼跃救球。哇，在这个时候13比10，10比10平手之后，极速超好，拉出了一波3比0的攻势，也让台电还是暂停。玉纯，我们现在接发球多久？可以叫阿敏之后会打这个后面打不过的时候，就是让他切动，懂吗？所以一直两边的，对，切动掉一边也可以。太急了，把你拿回来，阿敏，调整一下。哇，这个网络上有人开始对邓公示爱了哦，这个邓公的粉丝出现了。我们现在关注一下场上的状况啊，超跑现在有着3分的领先优势。暂停过后回来，这球发短，胡小佩接发之后，这边黄季轩的攻击球被拦回来。哇哦，在这一局第4局，极速超跑的拦网好像前面3局的台电的感觉哦。对，拦网的整个密度哦提升了非常多啊。台电现在有点危机哦，分数来到4分差了。子雅这个时候跳出来，叶亮眼把球垫高，阿飞来了。子雅4号位的攻击，小杨做给卡拉，这个球有没有 touch？ 这是一个 touch out， 对，应该很明显，而且在第1裁判的面前啊。哇，现在拉开到5分差了。对。这场比赛现在已经是正式超过了2个小时，血流成河。所以如果是在等待啊，在下一场男子组台电对桃园台产的比赛啊，大家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一场。黄季轩的攻击，超跑最近防守不错，卡拉再来，阿飞开网球。子雅的这一个球被压回来，超跑的机会球，阿飞再来，黄季轩也守得不错哦。这一个球哇，打在后排的右群身上。哇，我看台电队的球员每个人都在喘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因为超跑的这个防守跟拦网真的是太黏了哦，他们屡攻不下，反而是超跑这边把握了几次拦网起来的防守反击，所以把分数拉开啊。这样比赛强度真的是非常高哦。卡拉的进攻被守下来，黄季轩，阿密，这一球打得很聪明，直接用一个抹的方式落在了卡拉的脚前。有追哦，有追上来哦，15比12。廖家荣从板凳上来，阿飞，卡拉的一个攻击球，这次是出界。哇哦！现在台电这边连追了3分回来，是。好，在超跑这边 ，Relish 教练刚好像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喊暂停，卡拉做一个吊球，结果在这一个时候吊球成功。对，台电队的防守球员其实这个球它其实也有一点点的距离啦，并不是说太短的吊球。所以其实不要常态依赖想要用鱼跃的救球，其实可以脚步动快一点，还有可能做一个低手救球的动作。16比13，卡拉会加压吗？真的加压，结果出现失误。我觉得他的体力应该现在也有一点下滑，哈。
黄继轩阿密的发球，哇哎呀，这个球一出去就感觉那个轨道已经不对了哦。阿密也累了吗？王前斌教练，其实选手累，其实我有一点累。在这边背 C 好球给高高，黄新宇的一个单脚背飞得分。黄新宇的背飞他是到得分，轮到陈之雅发球。右群接发，在这边打了一个高打点的touch out，蔡佑群很聪明的打法。快攻掩护之后交给4号位的蔡佑群。哇，佑群现在得分也要来到2位数嘞，他已经得到9分了，所以他得分的效率真的很高。超跑队长阿飞的发球，阿飞这球要发给谁呢？这一球触网进，哇！黄新宇反应非常快啊，直接做了一个快攻得分。不过这个球阿雷也没有注意到，因为唯一一个攻击手4号位的攻击手彭宇柔已经接发球了，已经倒在地上，已经倒在地上，所以只剩下黄新宇可以做攻击哦。那这个球他也没有完全注意到黄新宇的攻击。阿雷这个球在界内落地，19比16。内的快攻落在对手的发球位，顺利拿下这一分。彭宇柔的攻击被拦到，哇，这个没有配好。小杨这个球举过去，他是要举给快攻阿雷的。对，但是阿雷这一球跑的是比较近身的 A 快，那杨怡珍举的是有点 A 流的感觉啊。19比17，台电这边举球员刘玉纯的发球，应该还是要发给卡拉，没有，李玉轩接发。这次的快攻，阿雷在这个时候，哇，如果这个时候超跑有快攻的话，那对台电来说会比较难打哦。是。今天阿雷的这个快攻哦，确实带给台电队很大的威胁。那其实面对到这样子高打点的快攻，你的身材没有比他高的情况下，你其实要更快、更早的来做起跳，你才可以跟他的制高打点来做这个抗衡。结果彭宇柔的这一个直线攻击又打出了界外，21比17。哎，在台电这边要来拐酷一下，要挑战看看，刚才是不是有拦网触球？在挑战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请这个在透过网络来收看的球迷们来给我们意见啊。就是今天不管谁赢，大家来提供一下，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今天这场比赛表现杰出的球员。其实这两边，我今天打得好的很多哎，就拍算了。台电这边高高黄新瑜到目前为止得到15分，黄继轩14分，彭宇柔13分，姿雅今天也有12分，4个人得分上双了。啊，超跑这边阿雷、卡拉、阿飞也都是2位数的得分。这个挑战有拐到溃了，教练得分有拐到溃了。彭宇柔的发球。这个球，哇，卡拉的判断很赶呐，哇，4分差，然后面对到状况超好的超跑哦，在这比赛的后半段确实比较难追分了。太靠网了这个球，所以机会又在超跑这边卡拉，姿雅
哇，利用队友前排的一个掩护。芝雅很喜欢先跑到场中央，大概接近3号位这个位置，然后再从3号位位移出来做攻击，横向的位移。对，横向的位移。22比19。这个快攻，结果前排，哇，阿明跟高高2个人的一个组合拦网。叶亮言的快攻。确实哦，在打点上面跟阿累还是有一些差距啊。那现在极速超跑这边喊出了暂停。Okay, P1. Last time we had also problem in this rotation, so we have 2 attackers. Ape in 4 and Kala in 2. We have to score this, girls. We have to score now on this result. Okay, come on. But first focus on reception. Okay,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主要先强调接发球的稳定性，然后他也强调跟举球员讲哦，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很不错的攻击手，其实都可以做选择。不要忘记哦，刘双林已经休息蛮久时间了。如果要打第5局的话，双林说不定会是一个活棋哦。是，说不定现在教练盘算的就是让他第5局好好的休息，然后第5局再一次的爆发。我觉得阿飞今天看起来都不累，他应该是今天唯一一个打满全场。小杨做给卡拉，这个球被拦到，还有。好球，黄敬轩的这个球，台电的处理球一定要慢一点哦。好球，在这边，哇，陈姿雅又是一个穿过拦网球员的一个中间的攻击得分。这个时候让今天也是没有打很多的李姿莹上来啊。不过应该是阿敏敬轩这边脚可能有一点点状况。好啦，这一个攻击，哎呀，好，还有，这边我觉得在站位这边台电刚才有了一些 miss 啊，所以小杨也看到了这个状况，所以直接又再度举给了萨拉。卡拉今天也有发出过一个 ace 球，这个时候肯定要来再跳扣了。哎，没有哦。高高这一个背 C， 帮助高雄台电把分数给咬住。对，而且看到这个玉纯跟高高这边的配合越来越顺了。高高今天已经拿下全队最高的16分了。李姿莹的这个球发得很重要。超跑这边接发也很重要，在这边交给蔡佑群，第4局，现在极速超跑来到了局末点，哇，佑群今天3、4两局，他只打3、4两局而已，得分现在已经是来到2位数了，10分了。叶亮言的发球，局末点的机会。刘玉纯，这球守起来，在这边这一次的攻击又有，哇哦！在第4局看到极速超跑25比22扳回一城，这也是在这个周末第1场的5局大战，出现在11月19号高雄台电主场周的赛事，女子组1、2名之间的对决，要靠第5局来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我有趣的趣事就是，我还是不断的在比赛，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就是一直飞来飞去，当空中飞人。搭飞机会水肿，就这样，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有趣的事是我们2个是同月同日生日，真的，我们2个都是6月8号。
我也是认识子云之后才知道我们同月同日生这样。我们练完球的时候，教练会叫我们去游泳池游泳，就可以玩水啊，然后消暑这样，很欢乐。那我对他撒娇好了。好。那学妹要乖哦，学妹要乖，妹妹要乖啦，这样。云婷爱你哦 ，Yumi。学长，我肚子饿了，可以带我去吃饭吗？好啊，走啊。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气牌19年，一起封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我觉得我们如果都拿到冠军了，还说有遗憾，实在太矫情啦。然后，但是我只希望我的队友在新的赛季可以平安健康的完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更加的流畅，然后默契也能够更加的好，然后技术再更成熟，这样子。大家可以拿出士气，然后用我们的精神去感染现场的观众。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气牌19年，一起封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2023年的11月19号星期天，在凤山体育馆第4局的统计数据，台电对超跑，超跑以25-22，让这场比赛要打5局大战啊！这场第4局双方8度平手，4度互换领先。哇，其实在这个第4局超跑的攻击发挥
的确是要比台电要好上去一些。而且特别在比赛的中段、后半段的时候，其实超跑他们加强了他们的拦网，虽然没有直接拦死，但是把球踏起来之后，制造出很多的防守反击的机会，而且攻击手都有成功把握。来看到蔡佑群啊，在第4局个人就拿下了6分，另外卡拉也拿了5分，阿雷拿了4分，这3个人基本上是他们能够把比赛带进到第5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那我想以蔡佑群今天的表现，当然第5局他一定是稳占这个先发的这个位置啊。当然第5局只打15分哦，只打15分，在台电这边看到黄敬轩在2号位这边的斜线攻击。黄敬轩打完之后，现在一直在敲自己的大腿，感觉有点快抽筋的感觉。是。卡拉的这个球被拦回来，姿雅跟黄欣瑜高高的一个组合拦网。体能的下降哦，也会影响到攻击手最后出手的那个时间点哦，跟那个感觉。继续由胡小佩发球。卡拉又来，这个球又被拦回来。阿飞这个球也被台电给守住，姿雅。这时候交给阿飞，打在了胡小佩的手上，喷掉。阿飞在今天到目前为止拿下了14分了，真的，阿飞今年你看这5场比赛下来，对，每一场比赛大概就是14分、15分的一个输出哦，很稳定，很稳定。卡拉今天到目前为止拿下15分，而是来到他发球这一轮哦，台电队要把握住这个攻击的机会。哦，这个罚球很猛，修正。那现在是超跑的一个机会哦。蔡佑群这个球被拦到，哇！佑群的这个点被台电队给抓到了。是。这真的是一个 monster block。小杨做给阿飞，这次阿飞的攻击有队长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啊。哇！而且阿飞选择的路线都是非常非常锐利的哦，几乎都是没有碰到拦网的手，让有一点点缝隙就可以让他打过去。高高的这个球被打回来，现在这个攻击球垫高，阿雷蔡佑群，结果这个球没打好啊。这是一个 no in， 来看一下佑群这个球，给佑群的球其实可以不用的这么靠网，因为他其实在开网球、处理球的部分的能力是不错的啊。你有时候如果举得太靠网的话，很容易被台电队这边掌握住这个攻击。蔡佑群接发，在这边佑群做一个吊球。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阿敏的手长脚长，但是他往往都会定在那边，然后选择做这种鱼跃的扑球。其实这个球的距离，他如果再往前跑个几步，还是可以救起来。极速超跑的队长阿飞，这时候轮到他发球，阿飞要发给谁呢？发短，有破坏到哦。彭宇柔这边打直线。出界吗？出界！哇，彭宇柔这个直线的攻击，结果打出了界外，打得很漂亮哦，但是距离稍微长了一点。双方来到4比4平手。刚才阿飞是发一个短球，这次会发一个长的吗？还是发短的？还是发给彭宇柔？在这边高高的攻击球。哇，这个背 C， 结果高高又出现连续2波台电的进攻都出现失误。
而且都是接发球有到位的情况哦。现在极速超跑反而在决胜局取得1分领先了，5比4，还是发给彭宇柔。这一次的 B 快交给高高有了。这3次接发其实就像洪基讲都有到位。对。也都是攻击手选择了比较困难的路线啊，所以导致连续2次的失误。卡拉接发，阿雷的快攻手起，在这边攻击界内吗？界内。小佩这个攻击得分哦，非常的重要，非常关键。6比5，台电队高高黄新宇的发球，哇，这场比赛太刺激了。阿雷这一个球，哇，非常轻柔啊，完全不像是打快攻啊。举球员的球一出手，他碰到球之后就指尖稍微轻轻的一挑一下，马上就过来了。6比6。刘玉纯做给彭宇柔，不过这球没有攻击的机会啊。卡拉的一个吊球，来不及防守。其实我觉得超跑现在非常聪明，因为他们都知道，其实台电队的体能一直在下降。他们现在对于防守的这种积极跑位来说，其实速度已经没办法出来，所以他们选择用很多的吊球来去牵制住台电队的后排防守。这个球，刘玉纯选择自己偷袭，时机也非常恰当。双方再次来到平手，再度平手，7比7。哇，这场真的是血流成河。修正球的攻击，卡拉。台电队看能不能把握住。黄敬轩在这个球打向了后排，蔡佑群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救起来。现在比分来到了8比7，在决胜局来到8分，双方要换边。今天这场比赛，敬轩到目前为止是拿下了16分呢。全队得分最高的还是我们昨天访问过的黄新宇。对。姿雅今天也拿下了15分，彭宇柔13分。胡小佩今天个人有4次的拦网得分。对。那高高黄新宇也有4次拦网得分。今天台电光是靠拦网就拿了15分。是。卡拉接发，这边的快球阿雷，台电守得不错。哇，掉得太高了。再一个吊球，双方这个时候意志力的比拼呐。李怡轩给后排蔡佑群，这一球拦到，好球，好球！哇哦，阿飞的脚也定住了啊。彭宇柔的这一分太重要了。其实我觉得这场球的胜负就在于说，双方看谁先把谁吊到抽筋，就谁就可以获胜。两边已经很多人抽筋了，已经对，在我面前现在李怡轩已经有抽筋的现象了。大家去想哦，女排的这个特性就是来回波数非常多，你进入到5局大战，对于他们的体能的负荷来说真的是很大。而且现在这场比赛已经打了2个半小时。是。超跑喊出暂停。It's fifth set. 2 hours we play already. But now in this situation, we have to be more precise. These long rallies, we have to set this ball that we can attack. Yeah? More precise in every skill. Last 5-6 minutes. Come on, hey. Come on. Of course. It's only 2 points. Come on. 只落后2分啊！那教练当然是鼓励球员啊。你看李怡轩现在是抽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教练也知道这个比赛打了超过2个小时，那现在大家就是
要专注到每一个 play， 好好的接发，好好的来策动进攻，来做好每一球的一个防守。阿雷的快攻有。今天两边的主要快攻手阿累跟黄新宇都发挥的不错哦，发挥的相当好啊。彭宇柔接发，在这边敬轩，这个球阿累，哇！卡拉为了救这个球啊，差一点冲撞到场边记录台。 非常不容易哦，打到第5局还有这样的一个奋战精神呢、卡拉的这个拼劲是毋庸置疑的。对，哦，10比8。后排攻击阿飞，这个球结果被拦了回来。确实哦，体能也开始下降了哦。比分现在来到了11比8。 其实对阿飞来说，他今天真的是一个人打满了全场，而且他是攻击手的角色。如果是自由球员，有时候还可以稍微替换了1、2轮，但是他是唯一一个打满的哦。所以其实他在整个体能的状态应该也到了极限。我们昨天赛后访问啊，其实也讲到，下个礼拜11月25号就是阿飞生日。是。那下个礼拜如果要替阿飞过生日的话，欢迎大家来到凤山体育馆。对。 啊，基本上现在每一个球员到这个休息区这边都是直接坐着或躺着。对，阿飞现在也坐在我前面，在拉他的脚尖呢。蔡友勋接发又没有到位，哇，这个时候不能乱啊。对，台电的机会球在这一边，台电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切进来，陈姿雅。 所以打到第5局，比的除了是体能之外，也要比的是稳定性哦。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的稳定性不够的话，造成很多混乱的状态，那很快的分数就会被带走。连丢2分之后，极速超跑再度的请求暂停。 Fight for every ball. Come on, Sonic. Come on. Everybody. It's not finished yet. It's not finished yet. They have 4 points, but we can win this set. Okay? Come on. 不要放弃啊，还没结束。暂停结束。你看到两边的得分排行榜，其实今天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好比赛哈。黄新宇拿下18分，姿雅跟季轩都是16分，另外卡拉16分，阿飞15分，阿雷14分。好，暂停过后来看到台电彭玉柔来发球。 不过我们光看这样子的一个得分数据哦，我们就知道台电队今天有多爱打快攻。结果这一次的进攻双零，后排进攻攻击出界，就像是球评黄宏清讲的，在第5局的时候，不仅是考验着抗压力，也考验着就是临场的一个稳定性。 结果在这个时候，蔡佑群的接发球又出现了状况啊！彭宇柔现在这场比赛，高雄台电来到了赛末点，14比8。双零接发，交给卡拉，这个球被拦回来。 卡拉再来，结果又被拦网，哇！最后高雄台电再见拦网得分，在第5局的比分15比8，这一场血流成河的5局大战，台电跟极速超跑为大家呈现了一场高水准的比赛啊！经过了5局大战，看到了高雄台电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同时也是他们在这个星期主场周的2连胜。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听听赛后记者会。 台电队的教练王前斌，还有受访的球员，他们有什么话要讲？
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加入气牌会员，加入气牌会员，掌握赛事一手资讯，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我觉得我们如果都拿到冠军了，还说有遗憾，实在太矫情啦。然后，但是我只希望我的队友在新的赛季可以平安健康的完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更加的流畅，然后默契也能够更加的好，然后技术再更成熟，这样子。大家可以拿出士气，然后用我们的精神去感染现场的观众。气牌19年，一起风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我有趣的趣事就是，我还是不断的在比赛，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就是一直飞来飞去，当空中飞人。搭飞机会水肿，就这样，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有趣的事是我们两个是同月同日生日，真的，我们两个都是6月8号。我也是认识子云之后才知道我们同月同日生日，这样。我们练完球的时候，教练会叫我们去游泳池游泳。就可以玩水啊，然后消暑这样，很欢乐。那我对他撒娇好了。好。学妹要乖哦，学妹要乖，妹妹要乖啦，这样。云婷爱你哦，啾咪。学长，我肚子饿了，可以带我去吃饭吗？好啊，走啊。喜欢运动赛事就来 HubSport 频道。HubSport 频道，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其实因为今年我们球队的异动不大，然后外援也没有变，依然是我们的最强左手外援毕亚，然后加入了 HBL 冠军的班底，子云还有梁代。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力拼卫冕冠军。因为今年就是有新血的加入，而且我们也是新的球队，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队上搭配能够更加稳定成熟，然后能够更加有默契。为球队拿下好的成绩。我们会尽量磨合默契，然后尽量多一点沟通，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球队，就是我们也比较少时间可以磨合，所以希望大家在场上可以多一点的沟通和声音出来，这样。
好，10月19号礼拜天，我们在凤山体育馆，恭喜高雄台电啊，在这场比赛拿下胜利。经过了非常辛苦的5局大战，赛后要来访问到的是王前斌教练，还有2位球员啊，包括了彭宇柔还有姿雅。那先来问到前斌教练，5局大战，今年第一次碰到超跑就是5局大战，这场比赛你怎么看？其实我还蛮担心选手体力啊，但是我们第5局有发挥出我们努力不懈的精神，然后用士气来带动全队，一个一个带动。我觉得那个后面打起来是非常棒的，对。其实我们在播报的时候，打完4局之后，其实还蛮担心台电的，就是你们今天先发球员。前面4局打的时间是要比极速超跑的先发球员打的相对比较久的，结果到第5局，哇，2队都有一些抽筋的状况，可是超跑那边抽筋的状况反而比较严重啊。那你要不要谈谈今天台电今天做的最棒的一个部分就是拦网，你们今天这5局大战，光是靠拦网就拿下了16分，超跑拦网5局只有拿下4分，你们今天在比赛之前是不是有针对卡拉？或者针对右群，或者针对其他阿飞有特别拦网这样的一个设定？因为在2位炮手以及那个副卫方面，其实我们应该说这礼拜练习前有稍微看一下他们。那今天也是像昨天讲的，我们比赛下去才知道说他们实际上有没有改变，或者是我们有发现出什么，然后才就是在比赛中才去做调整。那今天选手都有执行到拦网的方面，以及后面的防守。对，今天真是场高水准的比赛。接下来我就要来访问到姿雅。姿雅，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打完5局，你累不累？很累。快抽筋了吗？有一点点，可是还是有盯住啊。对。刚才就是记者会之前看到你跟阿飞2个人互相拥抱啊。我刚才看阿飞在第5局换下来的时候，坐在我前面，一直在拉他的脚尖啊，还有怡轩。他们都超跑这边都是有出现一些抽筋的状况，你怎么样在看待第5局台电队这样的一个抗压下？毕竟第5局打到8比8平手的情况之下，你们拉出了一波7比0，最后是15比8拿下第5局。因为第5局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优势可能就是比超跑的平均年龄还要再小一些，所以我们可以发挥我们最后的体力，就是因为第5局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去保留的，对，大致上第5局都会是这种想法，那只是今天差在我们大家真的有把第5局有把攻防都做出来，对。那当然今天这个火力啊是大家都发挥的蛮平均的，今天高新宇拿下全队最高18分，你也得了16分，宇柔得了15分。另外敬轩这边虽然我觉得他应该也抽筋了，可是他也贡献了有16分这样的一个得分。你怎么看这样今年慢慢的经过了比较换血的阵痛期之后，今年的这一支台电队来重返荣耀？因为可能像在去年或者是前年，就是对于快攻的搭配上会比较没有这么的有把握，所以就会变成如果都拉2边炮手去出手的话，会得分起来会稍微难一点点，但这的确是我们的责任。可是像我们开季到现在，像新宇或者是小佩，他们其实在快攻的部分都发挥的比之前还要好。那我们2边打起来也会相对的比较轻松一些这样。好，谢谢姿雅。最后我们来访问到彭宇柔。哇，宇柔，你昨天对中信的比赛，你应该是前面教练有刻意把你保留啊，今天让你用全副的这个体力来打那个极速超跑。今年第一次跟超跑这样的交手，5局大战，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我们今天做的很好的，还有发球，因为我们今天发球其实破坏他们还蛮多的，就是可能变成他们就是要打了很多修正球。就是对于我们拦网来说，会是就是更好去拦到这样。你今天在4号位的发挥攻击直线，其实打的我觉得成功率还蛮高的，而且第5局还印象蛮深刻的。你一个发球让对方接发球的一个失误，第5局的时候，你脑中那时候有没有在想些什么，或者自己有告诉自己些什么怎么鼓励自己？今天在比赛前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状况很好，就是其实今天不管是发球、接发球还是攻击之类的，我都觉得今天的状况都有在线上这样。好了，恭喜高雄台电，这个星期你们的雅典娜女神真的有保佑你们啊！主场中拿下了2连胜，那
今天记者会就到这边结束，恭喜你们在这场5局大战击败强敌。今天是一场非常高水准的比赛，谢谢大家。那时间交给球评洪青。好，那首先恭喜高雄台电女排在刚刚这个侯尊尧侯局长的这个指示之下，希望期盼之下呢，成功捍卫主场在主场收下2连胜。那其实今天要给客场球队的超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也肯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今天在超跑的部分，不管说是他们的防守、拦网，还有攻击上面。正中的几个攻击手都有发挥出他们攻击手应该要具备的水准。那其实今天这场球赛也是高比分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抗那反观到台电这边跟超跑相较起来的，就是他们在攻击的多变性上面，所以他有很多的好的一个战术的搭配，然后加上更多元的战术，其实带给超跑这边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压力。最后就是我刚刚一直提到的，打到5局大战，最后考验的不是只有体能，而是整个球队的一个稳定性那的确，我今天看到第5局，其实第5局前半段，那个时候打到8比7、8比8的时候，真的还算蛮焦灼的。但是最后台电队真的是就是靠着他们的一个稳定性，一下子一波把整个比赛带走。那的确，今天不管是赢球的高雄台电也好，输球的极速超跑也好，相信在今天10月19号星期天，在凤山体育馆，不管是透过转播或者在现场看球，两队今天是呈现了一场非常高品质、非常有内容的一场比赛。就诚如我们刚刚在赛前讲，这一场真的就是血流成河打到5局，连打到我们2个在讲评都已经很累了。但是真的要肯定两队的表现，我觉得胜队他们要保持着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但是输队我相信在今天这场球赛里面，确实也得到很多调整的方向。是。那极速超跑在开季4连胜之后在今天这场5局大战吞下了首败。那高雄台电拿下了在主场周的这2连胜之后，目前在女子组则是继续的排在第1名的位置。是。那在看完了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哇，其实两队的攻击得分，高雄台电61分，极速超跑64分。那攻击得分率方面其实是相差不多的。哇，我刚才还讲错拦网今天台电拦网得分不是16分是18分。哇，你看拦网这个差距几乎就是半局的分数了。真的，今天高雄台电的拦网真的是做得太棒了。王前斌教练跟他们的教练团今天面对开季全胜的极速超跑，的确是做足了功课，而且这场比赛也给了他们非常好的一个回报。那今天两边的攻击点，其实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了。是，包括了打到后来抽筋的阿飞，3、4、2局替补上来的蔡佑群，还有我刚才提到台电这边姿雅、雨柔，另外静轩、高，对，今天真的是一场高水准的比赛。是，而且是一个5-5波在整个攻击的搭配选择上面，其实两边的攻击手都表现得非常好。好，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今天在10月19号，凤山体育馆要为大家送上的最后一场比赛，将是男子组的比赛，屏东台电将要来对上桃园台湾产险。那这场比赛绝对也是精彩可期也请大家透过网络的直播，还有有线电视，继续的为我们的台湾企业排球联赛来继续加油。我是陈雅里，跟球评黄宏清在这边先跟你说声再会，我们在下一场比赛再见喽，拜拜，谢谢，拜拜。